男生普遍会觉得说，女生她湿了就是表示她想要，就会马上决定要开始，这是最常见的。然后还有女生如果没有喷水就没有高潮。现在还会有人就这样的想法，非常多就像刚刚那个什么阴蒂在哪里，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 G 点高潮是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外面阴蒂高潮就是 G 点高潮，超多就是让人家很纳闷，就是国小都没有学好。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的来宾呢是我们 YouTube 圈的朋友易居老师。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易居老师在 YouTube 频道科普性知识，订阅数呢曾经有50几万，总播放量破亿。但因为内容比较开放大胆，YouTube 对性相关的内容审核严格，他的频道曾经多次被删除。而在屡次被删频道之后呢，他仍坚持经营下去，不断的转开新的频道，持续的带粉丝了解两性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会来问问易居老师做性科普相关影片的一些故事，以及他为什么会选择女性性知识的角度。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阅读却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吗？或许你可以试试独立书店。独立书店是全台最畅销的手撕日历，至今已经迈入了第7年。他们想要在忙碌的现代人桌上开一间书店，每天精选一段金句，带大家认识台湾文学。一年365天，你可以看到155位台湾作家以及上百本书籍，每天都能和不同的文学作品相遇。今年他们还特别以台湾书店为创作灵感，加入了12个月的全彩插画，同时满足心灵跟视觉体验。如果你也想要日常生活有文学相伴，赶快点击 YouTube Shopping 产品资讯卡，享受最低65折的早鸟优惠。结账输入沙雅77还可以再折30元哦。好，那就请我们易居老师简单的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居老师，我就是那个曾经累积的流量有到破亿，但是频道已经不知道被删到第几次的那个易居老师。有点怕，我怕今天我们频道也被删。应该是不至于，但因为我讲的内容就是关于性技巧、性知识、两性科普的内容，所以比较容易被大家反映啊、检举啊，觉得这样的内容可能不适合一般的小朋友。懂，对对对。OK， 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也还有我们的客座主持人佳瑜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瑜。那易居老师呢，是我们这个性学方面的专家，很了解这个男生要怎么样调情才能够让女生比较舒服跟开心。那为了看看这个易居老师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就直接请你来直接示范一下这个实用的调情技巧吧，就是针对我们对我们佳瑜直接开始，一来就来这个。与其说性学方面的专家，我觉得比较像是很爱玩，所以玩出心得。哦，对对对，那今天就是分享我觉得比较精华的地方。OK， 好，我来学习。太棒了！大部分都会鼓励说女生露出耳朵，因为男女生对于耳朵这方面的神经细节，它会比较容易受到刺激，就会有感觉。那我举例来讲，最常见男生会犯错的就是舔耳朵。真的，你一来就说到我心坎里，真的很害怕，尤其是舌头直接对耳窝这样子，我觉得女生私底下交流这个真的很有感，对，因为他就一直发出这个很近的，好像仿佛想要啃食你的耳朵的声音，然后你本人会进入一个防备的状态，因为太夸张了，而且那个声音大到你会害怕，就是你会觉得会不会进水，这是真的。有中了吗？没有，我很难想象，就是有人在那边就是一直就是看 A 片乱学哦，要表现 A 片要表现，所以就太强烈。他们会想要有一个那个很张狂的感觉，但其实舔耳朵它也是要舔对地方。像我的话，我都会教大家，一开始的话，我们耳朵后面有个三角啊，就是刺青的那个地方啊。Okay, 好，标的给别人看。对，就是大家可以。以后要舔我耳朵，麻烦这边。反正你就是瞄准后面的三角之后呢，你可以先亲，男生可以从后面抱女生，因为根据那个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它确实这个动作可以让女生有安全感，然后也不会有一种我直接对着你的耳朵进攻的感觉，它是一个提醒我现在站在同一侧。对，我要来开始喽，这样。首先先亲这个三角的地方，亲完之后呢，你可以开始从耳垂，因为如果是上面跟耳道的话，其实比较容易会吓到，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对对对，所以像我的做法就是亲完然后开始舔，或者是用嘴巴含住，用嘴唇，千万不要用力，因为耳垂真的比较软，对，很脆弱。然后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开始从上面这个地方。很多女生喜欢打耳洞的耳骨，耳骨这地方就会开始舔、轻啃，轻啃之后呢，一路这样舔下来，不要舔到里面，你就舔外面，沿着这个线条
然后舔下来，来回之后呢，才是针对这一块靠近我们的耳窝，但是又没有直接到耳窝，然后去舔舐。对，那很多人说耳道那个地方，它因为声音会很大声，会放大，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建议大家不要用很大量的口水，然后第二个，你要刺激之前，你是用吐气的方式，用吹气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不断的在暗示他说，我现在要进去了这种感觉，然后用吹气的方式，然后在旁边跟他讲一点话。基本上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耳朵前戏的流程。有学习。佳瑜觉得呢？步骤很清楚，我觉得怎么样都比还要来得好1000倍。对，但是虽然讲那么多，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喜欢的东西，因为有些人就是很讨厌口水，对，但有些人就很讨厌啃，所以就是按照每个人的状况。这个是一个互动跟讨论修正的过程。是。那看得出一居就是你是非常非常懂性知识的。那我很好奇，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主题的频道，然后有什么目标吗？我当初应该7、8年前那时候古娃他们很流行拍开箱，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结合了一些恋爱的东西，我在讲远距离，结果累积到了非常多的女粉。这女粉来问我，她说：“一居我很好奇，就是你在讲感情，我可不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男朋友跟我在一起了，他还想要打手枪？”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恋爱经验那个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在迪卡上面发文，发了表单，然后我就调查了非常多，包括男生自慰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会想什么？男生自慰的时候会想什么？没有，我给超多细节什么女优吗？还是什么什么？就是它的东西是很细的，细到那个统计出来的数据超级有趣。好有趣哦！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最多人想的是什么？就是女优啊。而且那时候还调查出很多女生就都不知道，男朋友跟自己做爱的时候，很常是想了别人。真的，大学生很有趣这个不知道也无可厚非。可是也是一个匿名的，大家也可能会觉得说我可以填一些有趣的答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做了那个数据的分析，因为那时候当初真的没有人做，包括像米莎那时候都没有做，所以我那时候很佛系开始经营，一路到了现在，就边摸边学这样。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之前我们办公室就是女生在交流一些性知识或者是性情报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个同事，他那个时候已经结婚生小孩了，然后他讲一讲，他就突然说，其实我不知道阴蒂在哪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被摸过阴蒂。然后办公室就像炸开，就觉得你孩子都生了，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摸过阴蒂，你不知道阴蒂在哪里。我的天！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不能说是多数，但是确实很多女生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构造都不是很了解，那更不用说是敏感带，所以也蛮好奇说到底是什么启发你可能开始想要去做更多性的探索，甚至现在就是好像变成性学的大师。我就是比较热衷在探索啦，应该这么说。然后早期大家会敲碗说我要做什么主题，可是我根本没经验，我根本没有什么乳胶，我也没有遇过什么足控的男朋友，所以当初很好笑，就是大家在底下留言或者私讯给我，我就会按照大家的需求来找我当时的男朋友做实测。很有趣，所以我人生当中第一支用实测做出教学影片是口交的7种玩法。对，自己摸索起来的。然后因为我的另一半也不是说多厉害的，所以我们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符合新手也能玩，新手可以玩，所以它的受众基数会比较大。对，就很快就起来了，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一开始就示范一些超高难度，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是很实用。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当初会特别选的是跟女性知识有关的，大概是几种考量。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自己是，然后自己喜欢，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一开始的粉丝其实是女粉比较多，所以就这样开始了。还是有没有其他的？还是就这两个？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为了流量，我根本不 care 流量为什么？流量不赚钱。我从最早期人家说什么黄标那个时候开始，我没有开盈利，因为我那时候是学生，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盈利。那个时候很多电视节目的单位一直要邀请我去当班底，可是我在屏东读书，我那时候考老师的证照，根本没有心思经营，所以我已经错过那个大家说靠这个新三色可以赚大钱的那个时机，所以我真的是完全兴趣，然后我觉得好玩。像我最近拍了一集那个 Dirty Talk 的公式，我自己列出来，就是连新手公式照样造句都可以学会讲那个色色的话，就我很喜欢研究这种好玩的。但是这样子，目前你的频道的性别比是多少？8:2，男生8。所以最后变成男生还是比较多，还是变成了男生为主的频道。可是很好笑的是，因为我们经营多个平台嘛，然后我的 IG 前一阵子拍了那个渣男的议题，海王的翻译举弱，就是翻译说，男生讲这句话表示他后面其实的意思是怎么样。
比如说，好有趣哦。比如说男生对你讲说，哦，你很特别，其实是我想干你，就我今天特别想干你，还是他不管讲什么，最后都是我想干你啊？没有，只是没有，像我们那时候有讲，就是男生不是常常会跟女生说，哦，不会啊，我真的不会进去，然后我们就睡同一间房间，但是2张床，双床房那种约会的时候，但他其实真实的意思是，就是我们开同一间房，然后干湿分离，就是做完这一张之后，我们晚上睡干的那一张。然后这一系列就爆红，导致于说到后面 IG 的女粉曾经一度到4成你说有很多女生就是听过这些话，然后就赶快过来，比较有共鸣。对，她觉得很有趣，她觉得天哪，你在讲那个真言，完全说中。我就说全部都是我晕船的证据。干湿分离蛮特别的，我也觉得对，蛮特别的。因为很多男生都会糊弄我，讲说没事，我真的跟你不会怎么样，我们就睡2张床。而且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我不会进去，就不是我个人经验，但是就是真的是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一句话。对，然后我不会进去变成我只是进去一点点，我进去一下下，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那个步步为营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最后都是其实就是我想干你，是非常傻眼。那个连看的梗图，对，就怎么样都是连同一个这样。好，但我现在在试着想象这些男生他们的算是观看动机。就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可能会看你的频道，是因为担心自己在性方面对女生有点误解，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真的没有学的太多。是。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常见的男生对于性相关的一些误解？超多的我举例来讲好了，男生普遍会觉得说女生她湿了就是表示她想要。然后就会马上决定要开始，这是最常见的。然后还有就是女生如果没有喷水，就没有高潮。现在还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多就像刚刚那个什么阴蒂在哪里，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G点高潮是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外面阴蒂高潮就是 G点高潮，超多就是会让人家很纳闷，就是国小都没有学好。国小也没教啦，其实。对，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男生不知道，当自己的阴茎有一点微充血的时候，就要开始戴保险套。他不知道他觉得我要进去开始抽插，或者我快要射的时候再戴，这是真的。你说到现在都还是很常收到这种，是无论年龄层。哇，我们的性教育真的是很不足非常的失败。我很好奇有没有。就是在你收过这么多的可能来讯，你觉得是误会里面，就有没有哪些是男生以为女生会很喜欢的前戏，或者是性爱的姿势，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子有蛮多男生会以为说女生就是撞大力一点就是舒服对，他们很喜欢所谓的顶到底。他说奇怪，为什么我顶到底还没有高潮？然后很多男生都会问他说是因为我顶到底，但我长度不够，所以才没有让他高潮吗？他们会觉得长度跟顶到底就会制造出高潮因为可能一些 A 片里面的一些口白容易让大家有这样子的误会，或者是漫画里面的一些口白长这样子。之前我们公司有做过一档也是跟性教育的推广比较有关系的内容，然后其中有一张图，它的文案就是不要再撞了，我又不是碰车就是他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一直冲撞，他就会觉得越撞越大力，然后女生最好是动到整个位移，那他们就会很爽，但是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心里就是都在翻白眼，想说是玩碰车吗？怎样的？非常傻眼。对，怎么了？没有，我只是在幻想那个画面，就是玩碰车，然后还位移你知道吗？好尴尬，好尴尬。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志祺作为我们现在唯一的男性代表，因为我们一直在好像在讲男生有很多误会误解，那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女生对于男生在性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误会跟误解？我觉得像刚刚讲说自慰在想女优或想谁，我就在想说真的有在想事情吗？就有点像是别人，我常常就是我在发呆，然后别人会说张琪你在想什么？我就没有在想什么啊，就在发呆。我觉得这种事情也蛮常见的。OK， 对。而且我之前也有听过女生有分享，就是她可能会很不能接受男生可能明明跟她在交往，然后却还在打手枪，她觉得这是一种出轨。身体出轨的感觉，这样子。对，但是是不是对很多男生来说，根本就是完全分开两件事情？他不会因为说，其实跟女朋友已经有蛮频繁而且蛮满足的
性爱，但是他就完全不打手枪，就好像是可以分开的吗？对啊，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事情啊。应该说性的多样化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它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喜欢不同的方式。只要你不愿意去跟对方讨论或者是分享的话，你最后你就会陷在自己的幻想里面，那其实蛮可惜的。那这些误解其实可以透过讨论来解开的。那你观察也是这样吗？就是来自可能像是 AV 的呈现啊，或者是这些社会观念因素。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普遍被 A 片框住了。像之前我有认识一些艺人朋友们，他们就会分享说自己的老公其实没有很喜欢做，但是他们透过比较像是冥想类型的就可以达到满足。那很多女生无法理解，这其实也是 A 片造成的啊。大家会觉得一定要有抽插，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得到这个结果。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误解嘛，就是遇到这些误解的时候，像佳宇你会怎么做啊？就是你跟伴侣沟通彼此的需求吗？还是你可能会不会得到一些负面的回馈，然后很难沟通？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欸。我觉得对所有的女生来说，应该都有这一个想法，就我们好像把男生在性爱里面他们需要获得自尊心内化成我们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就算你觉得这样不对，你也很难直接讲。比方说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经验，就是那个男生在进行前戏的时候，我就很委婉的跟他说其实不是这样子做的。 OK， 我觉得已经非常委婉，我也没有说很不舒服，这样子一点用都没有。就他哭了啊，他当下就哭了，就他整个就停下来，然后躺在旁边，然后就开始哭。我非常傻眼，而且那个男生一般外在的形象，其实他是非常阳刚，对，他是非常阳刚，然后还需要一些行动来面对这个认知。对，然后他的性经验其实非常多，所以我非常傻眼。然后当然之后我就好像就不敢讲，有点拍谁？对啊，对，就觉得哇，场面怎么变这么难看？我就觉得好困难。我到底当下要怎么反应会比较好？还是说其实当下我们先算了，也许我们等这一切结束，然后我们变成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拿出来讲。可是我怎么想都觉得很怪，我不知道一居老师有什么可以分享。我都教大家引导就比如说现在男生在刺激我，或者他在用我胸部好了，我不喜欢他这么做，那我就会直接用我自己的手抓着他的手做其他我会比较有感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讲什么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会直接讲说宝宝这边比较舒服，然后就是甚至我就正面教养，没错，然后鼓励他，而且你要透过这个方式去表达你的情欲。你喜欢这样？对，我喜欢这样，这边真的很舒服。然后用这个方式，他就不会感受到他做错事，他只会认知到原来你要这样，原来你的开关在这。而且你想要，因为男生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很想要让女生很想要。对，好会哦。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跟他说，这边我就是真的不喜欢，对，那有可能吗？那就转移那个方向啊。比如说有人摸我背，然后我没有很喜欢，那我就直接转到他后面，然后抓到他手去用我其他地方，那也可以啊。你不见得要在当下表达这不喜欢，因为男生会分心，有些人分心他就软了。对，就是你要去抓住那个 moment。所以把刚刚这种对话放到是对话的场合，然后再去做，然后前面就是用引导的方式。对，我很好奇，那志祺有遇过吗？就是负面回馈，或者是他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建议，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应对的？你的心情怎么样？我想想看但我在想说，我这趴到底能不能用？我也要想让大家知道我是这样子的形象了嘛，对吧？OK， 这要思考一下，要稍微思考一下。再来，我们可以聊一些频道的事情。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会不会遭到一些外界的不理解，或像是有些人呢可能会用比较那种猎奇的视角来看？那如果有的话，你会怎么样应对？我印象中很深刻是，本来酸民就很常遇到嘛，然后我第一次频道被删掉的时候，我其实当下已经崩溃到我来不及难过，因为同时间我品牌刚好要出一个新上市的产品，对，然后呢，当初经纪公司就跟我讲说，频道亏损预计有上千万，因为我们频道会员刚跑起来。对，然后商业模式也全部都已经铺好了，后面叫货厂商库存仓库全部都已经砸钱了，你不可能突然就说不要。所以那时候就紧急要解决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对外公开讲说，那我们所有的影片都会上架到 Pornhub， 大家可以去追踪。新闻就出来了，底下就有很多留言，肯定会有人看过我，但是没有很 follow 我的人嘛。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个女生，她就在底下留言讲说，看她不爽很久了，终于拿掉了，她最好就是类似说什么倒闭啊、穷死啊什么之类的。我当下看到那则留言的时候，我就有一种
真的被打击到的感觉。就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就是我做的事情有那么让人家恨之入骨到他希望我什么家破人亡怎么样的吗？对，当下是这种感受。那以前都会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因为这社会还不理解，所以我来理解他。对，不勉强嘛。但到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崩溃，大崩溃。本来可能就已经在那个崩溃的边缘，就多一点点就直接爆炸过去。是什么见一个检举一次，他说我会开10个账号来检举你，这种很可怕。那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用言论攻击到别人过。我一直以来讲的言论都还比较偏向男女之间，都各个层面都会去讲这样。OK， 那这是外人嘛？那像是家人呢？家人会支持你吗？然后你们的长辈会不会看影片？然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我爸妈其实是已经接受了，因为我是家中经济支柱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爸妈他到后期是已经接受说女儿在做这个东西。但是呢，就是影片底下会有一些邻居会认出来，然后就会去公布直接讲爸爸妈妈的名字。怎么会有这种人？他说你是谁谁谁女儿吗？谁谁知道你在做这个吗？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我比较困扰的地方，因为我不想要我爸爸妈妈就是被骚扰。你就可以把这些关键字都设成隐藏字词，他只要讲到他就对，我后来发现 YouTube 有这个还蛮好的。对。然后亲戚会骂啦。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筹备家人的丧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长辈就会私下跟我讲说，我劝你走回头路啦，回头是岸啦，不要再拍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说什么现在年轻人谁谁在外面1个月也赚多少钱很好啊。我心想说那是他，对，那是他，而且我都已经开公司，你要这些员工怎么办？那我当然不可能去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这性其实它比想象中还要重要很多，不可能去跟他解释，因为就老人家。没关系，就放过他吧，也放过自己。对，就算了。那另外我想要再问，就是因为 YouTube 对性相关的内容，其实它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你的影片应该基本上全部都是黄标，然后频道之前也被多次删掉了。那这样损失，你刚刚说有个上千万，那现在这样子重新经营了之后，有回来了吗？你说赚的钱还是流量？都是，我都很想知道。流量我一直都维持的还不错。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我后来有了解到观众他们会一直想要 follow 我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我讲的方式是让人家比较好懂。对。然后再来是他们也有听到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因为其他人可能他们在讲解的时候，比如说以医师的观点或者是专家的观点，他们听不到真实的状态。所以大家喜欢看我的内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你说那个钱有没有回来？我现在就是因为都做品牌，所以我的商业模式会着重比较多。它一定是赚的比以前多，因为我以前1个月最多只接2支业配。就我有给我自己限制，我是不喜欢太多的商业内容的。对，流量的部分，因为我后来还有接其他节目的主持，两边的内容加起来，流量绝对是以前翻了好几倍。然后再加上我立志成为 YT 界的乳房大军。乳房大军什么意思？就一直要出现那个？对，就是删掉还是会出现，就是无论如何我会持续生内容。像我很感谢短影音的出现。我在刚开始抖音爆红的第1年，我花了很多钱去上课，去进修，然后我去了解怎么样做短影音，他们的逻辑是什么，然后了解台湾能接受的风格节奏是什么。所以后期我就是在大家都还没有进来以前，我就创造了非常多100万的内容。然后我就从这个方向找到成就感，然后短影音可以玩的东西更多，因为我不用讲到很深的知识，我只是讲一下良性的东西，大家就很喜欢。那这样你预防这个频道再次被删，有想到什么补救措施吗？还是还好？没有没有就没关系，因为反正你现在已经分散在很多地方了。应该说他们就是针对我的脸跟名字，所以就算我今天不叫一居老师，还是会被删啊。对，那这我们可能要测试一下，我们发上去到底会长怎么样。另外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像刚刚老师也有讲，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性爱的模式方式，身体的敏感带都差很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比如说传播这个知识或者是制作课程的时候，能够让大家意识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更重要，就是性爱是关乎2个人的互动，2个人的沟通跟协调。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课程里面如何做到，我又教你，但是又告诉你说，但是你还是要记得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像金鱼一样一开就提醒，不断的要跟大家沟通。我觉得只能一直讲对啊，只能一直讲。因为我之前有过一个我觉得很差的经验，就是对方一直觉得某一个姿势非常舒服，然后后来他有一次说溜嘴，就是他前女友非常喜欢那个姿势，然后我就觉得这
你先生，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两个是不同人呢？对对，可是因为他可能有过很好的经验，所以他就会一直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最棒的，你相信我，这个真的是最棒的。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人而异，可能完全180度相反都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私密的领域，也是一个比较高度互动的一种形式吧。所以呢，在这样子的2个条件之下，你就是要多多询问一下你的伴侣，多多跟他讨论，因为每个人就是会有你自己很独特的喜好。例如说，有人很喜欢吃龙虾，他就一直拿龙虾给我，说我就是不吃海鲜啊，你不要这个样子。还是跟你说这个超赞，这超好吃。对，而且这个又有生理构造的问题。对，每个人生理构造就是长得不一样，每个人的点的位置也不一样。那你要先接受这个系统，然后你再去做一些互动，我觉得你会得到比较开心的成果，而且比较长久。就我觉得好像你是可以保持开放的心胸去学习，但是你始终要记得，就是每一个人才是他自己身体的专家。没错。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易居老师跟嘉瑜精彩的分享。谢喽。OK， 那这集呢就先到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